Hello，大家好，我是 Julian 朱利安。对，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欢迎回到我们和孩子谈钱这个节目。那今天是2021年的7月3号，是我们第7集的节目。那因为今天的单元算是一个临时的特别企划啦，那要分享给爸爸妈妈们。当然孩子要一起听一起收看也是欢迎只不过今天的内容呢可能会比之前的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因为今天呢我们要回顾一个2年的实验的进度啦。是什么实验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从2年前也就是2019年的暑假开始了一个实验。那这个实验呢我把它叫做给孩子的退休计划。想不到时间过得很快这个月已经是我们实验满2周年的。那2年前呢我的孩子 Jessie 跟Ian 分别是8岁跟5岁。那个时候呢我跟他们约定每年把他们的压岁钱给存起来，然后每个月呢用1000块去定期定额的去投资 ETF。那在我的构想里面呢，其实这是一个10年的长期实验，也就是预计呢在8到10年11年后呢，也就是等到这个姐弟陆续成年到18岁之后，我就会把这个计划呢要交给他们自己来执行，也就是要他们开始为自己的财务来负责。那当然就希望这个计划呢能够持续的下去。那未来呢我们也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实验的进度，然后每一季我们也会来追踪。那这个计划其实是我2年前开始投入这个理财教育的时候的一个初衷跟目标，所以呢这一集呢我们就提前呢先来谈一谈这个主题。这个计划的执行其实很简单，就是每一个月我会固定一天，然后跟2个孩子一起来从股市下单，然后买这个 ETF， 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所谓的 ETF 呢，它是3个字的缩写，叫做 Exchange Traded Fund。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那从字面上来翻译呢，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在交易所交易买卖的基金。所以本质上其实它就是一个基金。那在台湾通常翻译叫做股票指数基金，那在香港呢翻译叫做交易所买卖基金。我觉得香港的这个翻译好像比较贴切啦，因为一般我们印象中的所谓的共同基金呢，在台湾其实多半是透过这个银行的通路来购买的。那这个 ETF 呢，其实它是透过在像股票一样可以在这个交易所在股市里面直接买卖的，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差异。那如果呢今天你对这个所谓的股票啊基金啊 ETF 这些名词很陌生也没有关系，因为未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里面呢也会陆续的再跟大家做这个详细的介绍。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2年的一个实验的进度。我们投资的 ETF 主要是美国 SP500 跟这个 NASDAQ 指数的 ETF。那这24个月以来我们总共投资了大概26000多块。那多出来这2000块呢是在去年3月，也就是因为这个疫情造成全球股市大跌的时候我们另外加码的部分啦。那一直到前几天也就是2021年的6月底呢这个账面上的市值是34000多块，也就是呢这个账面获利呢有7765元，以报酬率来算的话将近 30%。 我觉得这个结果其实超乎我的预期啦，比我想象的要满意。虽然不是那种非常令人惊吓的3位数的报酬，但是以这种定期定额的方式，尤其是带着2个孩子来执行2年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满意。那尤其我印象很深刻刚开始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其实孩子有一点抗拒，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压岁钱我就不能拿来买其他的玩具或买我想要的东西，而必须要存起来。可是呢经过这2年的累积他们开始发现说他们的钱可以帮他们赚钱所以这个也是我希望透过这个计划让他们感受到跟认识到的一个结果。那当然啦，因为孩子现在年纪还相对比较小感受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那我也是希望透过这样时间的累积跟引导，过几年等他们长大以后回头再来看这几年的过程我会希望他们觉得有启发跟有收获。尤其呢重要的是像去年2020年初的时候，
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个 COVID-19 的疫情，造成全球股市的大跌跌幅呢高达 30% 到 40%。那在上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跌幅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到2008年了，2008年的事情。那个时候我2个孩子还没有出生2008年呢，如果爸爸妈妈们有印象那时候也是发生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的一个危机叫做金融海啸。那个时候呢，全球主要股市的这个跌幅都超过 50%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高点投资100块去买这个股票的话，在低点的时候你可能只剩下50块不到。隔了10多年之后在去年又发生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下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空头市场所以这算是10多年来很罕见的，那也让我们遇上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实验因为我们是2019年开始实验的，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实验呢，账面上其实一度是亏钱的，可是还好我们有继续坚持要继续投资，而且还要加码所以等到现在这个股市重新回到多头，也就是重新上涨，甚至于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呢，才有现在的一个成果。那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还会遇到很多次这种所谓的经济循环跟股市下跌的情况所以呢，我希望能够让这样的一个经验，也就是说经历过这种经济衰退股市大跌的这个经验能够带着孩子一起去面对，一起去经过这样的经验呢，能够让孩子对未来的投资理财上面更有信心，更有帮助。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计划有需要这么早就跟孩子谈这个退休，谈这个投资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像前2集我们有谈到这个银行的利率银行的利息，因为大环境已经改变了，现在的利息非常的低不像30-40年前有2位数的利息，所以呢，现在的孩子被迫必须要学习这个寻找合适的投资工具。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那关于通货膨胀呢，我们以后也会再专门在节目中继续来深入的讨论。那简单来讲，所谓的通货膨胀呢，就是物价上涨，每一年的东西都会越来越贵。所以当东西越来越贵，然后呢，你存的钱利息又很低的时候，我们势必要引导孩子去学习一个更有帮助的投资理财的方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孩子在国小这个阶段呢，就要开始引导他们去学习投资理财。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对现在孩子而言这个就像是学习国文英文数学一样，这个已经是他们可以说是必备的基本能力了。好，那也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 ETF 不选个别的公司的股票因为有一些老师或有一些家长都会跟孩子讨论，就是认识个别企业的股票，那为什么我们是选 ETF 在这边呢也做个补充虽然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S&P 500或 NASDAQ 指数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有点耳熟能详了，可是其实根据我的上课的经验，还是有很多的家长老师其实对这个东西还是很陌生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所谓的 S&P 500呢，就是代表美国500大企业。NASDAQ 指数呢，主要是针对美国的这个科技股也就是呢，在这个指数的设计上呢，取样500大企业或者是一些科技股呢，然后把它编转成一个指数。那像台湾最有名的就是台湾50，可能大家比较有熟悉的就是0050啦。那它就是把台湾最大的50家公司呢，把他们的企业的市值，然后根据一个数学公式来把它加权计算之后，就可以算出一个指数。那透过这个指数呢，再设计成一个基金，就是我们所谓的 ETF。所以当你买进这个 ETF 的时候呢，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你其实就是一次买进一篮子最强的公司我都跟孩子这样解释，就是你买0050就是买进台湾最强的50家公司，你买 SP 500呢就等于是买进美国500大企业。
那当然啦，在私底下我也会跟孩子们讨论个别的公司，甚至也会少量买进。但是为什么我们主要的投资还是放在这种指数的 ETF 上面呢？因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目前这些最强的公司例如说 Apple例如说 Google、Facebook 或者台积电这些优秀的公司在10年、20年甚至50年以后，是不是能够还是依然的维持这么强大的一个地位那指数的 ETF 它本身的设计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汰弱留强的机制。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一家公司它的成长趋缓了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慢慢的规模萎缩了之后呢，它可能就在这个指数里面的比重会越来越下降。那相对的，如果有新的产业、新的公司呢越来越成长的，然后呢规模越来越庞大，它就会在这个指数里面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所以指数本身其实就有一种汰弱留强的机制，那就可以克服万一我们选到了这个不好的公司或者是衰退的企业这样的问题。而且呢，其实根据统计有 80% 以上的这个所谓的基金经理人他们的绩效其实根本没有办法长期的超越大盘指数。所以呢，其实这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预测我的孩子以后是不是能够对这个金融投资的领域感兴趣。也许他们对这种商业对投资理财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就算如此，他们还是可以透过这个指数 ETF 的投资计划，那我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投资回报这个就好像说，今天也许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到台积电去工作，没有办法到 Apple 去上班，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种投资 ETF 的方式间接成为这些优秀公司的股东，然后参与他们的成长。所以呢，只要能够遵守纪律继续的执行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我想退休对孩子们来说不会是他们人生的大问题。那在这边也简单做一个补充我们买的这些虽然是美股的 ETF， 但是我们都是直接在台湾买在台湾买，因为其实在台湾的这个金融市场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元的工具可以直接投资的。所以如果爸爸妈妈们有兴趣的话呢，花一点时间做点功课，那帮孩子开一个这个股票证券账户，其实就可以加入这个定期定额投资的计划行列了。那也顺带一提在这边补充一下，因为我常常被问到的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要怎么开户，怎么做这个定期定额呢？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们的孩子开户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这个问题通常我会建议大家直接去联络您最方便的券商不管是您的公司或者您居家附近最容易去接触到的这个券商，然后比较有规模的券商，可以直接跟他们洽询要如何开户，要准备什么证件或文件其实这样都会最清楚。而且现在呢，大部分的券商都有提供这个线上开户的服务所以应该会非常的方便。那至于定期定额的部分呢，其实也是可以洽询券商来协助了解相关的这个规范或文件。那实务上我自己其实目前是手动的方式，每个月自己下单啦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台股有开放这个盘中零股交易的功能。以前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呢，就是每一次买零股都要等到下午收盘以后，很不方便。但现在呢，在一般正常的交易时间里面，我们也可以直接下单来买零股那为了跟孩子能够讨论，让他们参与这个过程所以呢，我原则上目前是用每个月然后找一天手动来下单然后找时间跟孩子来讨论。那当然啦，如果各位为了方便起见，也可以设定成这种像传统的基金一样自动的每个月来定期定额扣款。那这个部分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跟券商直接来洽询确认。
那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常常有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就问我说，为什么你是买这个所谓的美股的 ETF， 你怎么没有买台湾的0050啊？那坦白说，买0050也很棒就是爱台湾啊。但是回想起来，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美国有很多的这种知名品牌大企业，那对孩子来说，在生活中他们比较容易接触到，比较熟悉。例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Apple 这个 Google， 然后 Facebook 等等等等。而且根据这个历史的经验的统计呢，美国的股市长期它是往上走的，所以呢长期持有呢获利的机会其实是蛮大的。那当然买0050也是很好。那只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啦，就是说买0050的话，它会有这个每一年配股息。那如果你的股息呢还要再投资还要再扣手续费，然后还要再多一个交易的这样的步骤，那感觉上我自己觉得有一点麻烦不过这个纯粹就是我自己爸爸比较偷懒比较懒惰而已。所以如果您觉得投资0050是很好的选择，当然也是一个很棒的标的那或者说有些朋友你觉得特别看好某一些国家的经济展望，或甚至于你就是直接想要投资全球的这个主要的经济的时候呢，其实做点功课也都可以找到合适的 ETF。 或者有些朋友其实对这个 ETF 不见得那么熟悉但是呢他可能有透过这种银行去购买传统的这种所谓的共同基金。那其实在台湾我也有查到一档就是所谓的这个加权指数的基金，那也是很适合来作为一个定期定额的投资的规划所以这两个主要问题呢在这边做一个补充。那很高兴知道说有一些家长或老师或甚至有一些我们一些经营事业的朋友，一些中小企业主都因为我们的分享而加入了这个指数教所谓的指数教呢是我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啦就是简单说就是我们在介绍这个定期定额被动的投资在 ETF 或指数基金上面的这个概念那其实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是大人上班族也好，那每一个月你存1万块，甚至于如果比较有能力或者有一些企业他们有闲置资金的配置，一个月存10万块，哇，那这2年呢他们的收获应该是比起我们这个一个月存1000块应该是我们的10倍甚至于100倍的一个回报所以在这边呢也恭喜大家。那如果你也因为这样子而有所收获的话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最后呢请让我做一点小小的工商服务啦，因为现在的疫情让我们原本的这个夏令营的理财课程都暂停了。不过呢我们现在也规划了这个线上理财游戏的一个体验所以欢迎那个有兴趣的爸爸妈妈或同学们呢能够来报名参加。那只要3个人以上3到6个人呢，那配合大家方便的时间，在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之内不受空间的限制我们都可以来安排上课的内容。那详细的内容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我们的这个 FB 的社团公布，那也欢迎呢大家来洽询或者帮我们分享。好，那有些粉丝传讯息告诉我们说，现在他们每次都很期待这个 Jesse 或Ian 的这个冷笑话不过很抱歉，今天这一集呢这个笑话时间要暂停了。不过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个新的尝试因为每一次我跟我的太太要聊这个投资理财话题的时候，哇，他就昏昏欲睡所以我们都开玩笑说也许大家可以把这个节目呢在失眠或者准备要入眠的时候呢来播放收听收看，说不定呢可以达到一个帮助睡眠或者治疗失眠的一个效果那如果各位尝试过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也欢迎让我知道说不定我可以转型成为一个治疗失眠的 YouTuber开创我的事业第2春。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一样的，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建议欢迎在讯息栏里面跟我们分享。那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FB 社团还有 LINE 社群。那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有收获的话呢，也欢迎给我们一点赞助，给我们一点鼓励谢谢大家。最后祝大家防疫平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